这家是一个米其林早餐面馆，有很多的人在这儿。这个车其实早上起来着车还是挺费劲的，尤其是现在清迈的天气比较凉，早上起来只有10几度。但是我踹呢，基本上是可以控制在10多脚之内着车。对于一台32年的老车来说，我感觉就知足了。我不清楚我的收音能不能收进去，因为我塞了麦克风在包里，在后边来记录排气的声音。现在不敢骑太快，我们一会儿找个空旷的地儿再来感受一下吧。这个车呢，我觉得它也因为它设计之初，它也就是一个民用车，它也不是赛车，虽然叫 RS。前面这个车牌更老啊，这种样式的我觉得就很好看。我从这儿转吧，我不想走玛雅，就是玛雅这边是清迈，包括宁曼路这边是最不合适居住的啊。我这里说的居住是长期居住啊，因为这边比较热闹，比较吵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住在这边，你晚上能睡好觉吗？酒吧、噪音，还有我这种大排气，所以我每次去玛雅那边，就是只要是从古城往大觉这边走呢，我都会绕这条路，不用经过玛雅的路口，因为玛雅车实在太恐怖了。然后到达这个路口呢，也不要再直行了，从那儿右转。从那儿右转之后呢，可以省一个红绿灯。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减速带特别的高，你看前面车过去很费劲，我这过去也一样，我慢一点。比较高，它就是不让你开得太快，骑车也好，开车也好，因为这旁边也都是公寓，前面那点还是清迈大学的一个公寓。其实这个两冲的声音，虽然这个跟当时的那个我骑过的雅马哈 TZR 250，我骑的那款是尾台的，还有 NSR， 我当时骑的是 T2 和 T3、T4 我没有骑过，我只是见过，声音还是有区别，声音还是不太一样，但是这个两速的声音还是让你肾上腺素怎么着直线上升，特别的爽。我有日子没来这边了，最近都住在距离古城不远的地方，所以大学后门这边也有日子没来了。但是白天走和晚上还是不太一样，白天的景象就跟晚上有点区别。一会儿转过去到这条大路上，就可以稍微拉一下，感受点这个车也热了。前面红绿灯了啊，不能再快了，不能再快了。再试一下啊，再拉一下。
到弯道了，我不太敢走了，因为这个高速过弯，我还是有点害怕，你们不熟悉。这个车啊，就是老感觉要起飞一样的感觉。这老感觉我要飞了，哈哈。但是这是哪儿漏油啊？甩了我一裤子油啊！甩了我一裤子油啊！哎呀，这儿有减速带，减速带，减速带。然后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清迈大学另外一个校区，然后另外一个校区里边呢有一个咖啡馆，比较不错。我曾经也在那边，我忘了拍没拍过视频了啊，反正至少应该是拍过一张照片，我的 CT-25在那湖边拍的照片。啊，这怎么还堵上车了？你看现在热车的时候，婴儿就没有那么多，我还是不要贸然过去的好。我觉得前面应该是某下水道漏了。所以离这个水远点也没什么不好。看，哎呀，他在玩泥巴。这边也有个体育场、足球场。这边比较多高的这种减速带。其实到这里呢，一不小心你也已经就进了大学。大学是哪儿呢？就这个门题看到了吗？马哈维迪亚来清迈。马哈维迪亚来清迈，你就进入大学了，这就是清迈大学，是不是跟你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？啊，那个湖边呢也不是静心湖啊，那是另外一个湖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嗨，你好，一会儿我得检查一下它是哪儿漏油。到了，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咖啡馆。我之前不就在这儿照的 CT-25的相吗？我今天给他也来一个，今天也给他照个相。关于这台车呢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什么上山呀，然后到哪儿去什么测试这台车的什么性能啊，什么的。因为对于一台已经32年的车，它能正常行驶在马路上，我觉着已经很优秀了，而且它还是拥有合法的手续啊。它的牌照呢，这个牌照也挺好，55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什么性能啊、不性能啊，它已经不重要。刚才我拉了一下，我不清楚它32年前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，但是我知道现在它依然很暴躁，依然两眼带刀。我也不想过多的纠缠这个车到底有多少是原装件，有多少是后来换过的，然后有多少地方漏油，像这个减震油封
也漏油。刚才我裤子上的油，我觉得大概率就是由于减震油封。其实之前减震已经漏过油了，然后更换过这个减震油封，是新换的，但是它仍然会漏油。然后刹车性能呢，其实也很一般。我感觉这个刹车泵应该也不是以前的刹车泵，但我不确定啊。反正跟现在的刹车性能是没有办法去相比的。这个刹车性能可以看到，排气管前面全是生锈的。就算你再喷防锈漆，它也难遮这个岁月的沧桑啊！上面有很多地方都是锈迹斑斑，你看，这些是没有办法的。包括这个车壳，这个车壳我拆过，这个车壳应该是原装车壳，但是这个漆我不确定，漆应该是喷过漆的。像这个位置，你看像原装漆，它两个是有色差的。我不清楚你们能不能看清楚，但是我肉眼是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是有一点色差的，不是角度的问题啊，是有色差的。这边这个呢是远近光啊，那个时候就有远近光切换了，然后这是大灯的开关，这是转向灯，都是好用的，包括喇叭也是好用的，不知道有电没电啊？啊，你看还是有电的。然后这边是刹车泵，这是仪表。仪表也都是正常好的，挡显啊什么的，因为现在可能看不清啊，挡显啊、油表啊。当然，它以前可能也就不好用，现在也不好，仍然是那样不好用，反正不是特别好用，但是可以。机油指示灯，然后这个把呢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像这种以前所谓那种趴赛或者老款街车的那种把，它是那样比较战斗的感觉，它不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把的那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，打开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车让我满意的地方是在哪一点呢？就是你看，这是汽油箱、机油箱，它的机油箱可以正常的消耗机油，而不用去直接往汽油里加。因为以前的车有很多的都是这种汽油泵，机油泵已经损坏掉了。机油泵损坏掉了之后呢，它就需要直接往汽油箱里边去兑机油。当然，这里说的不是专业赛车啊，专业赛车都是直接兑的，只是有很多民用车在这个机油壶、机油泵失效了，所以家里边没有用了，只能加在这里边。但是它这个是有用的，所以我的机油也就都加在这里边。你们能看见机油在动吗？这边2冲程机油还是比较好买的，基本上每个修车的小店都有吧。看这标识，让你加2T 档，别加错了。这个档看起来像循环档，是吧？看起来像循环档，前踩后踩啊那样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国际档，是踩1勾2 3 4 5啊。但是我呢骑这车骑习惯了，我除了踩1档是踩呢，后边的升档呢我都基本上踩后边这个，也很习惯了，就不用再去挑啊，这样不费鞋。像这些车灯啊什么的，这些很多都是原厂的。所以怎么说呢？对于这台摩托车来说呢，我觉得它是一台可通勤、可代步，还有一些玩乐属性，甚至呢就是有一种时光穿梭机的感觉，就好像让我回到了小时候。因为小时候骑的摩托车大多数都是2冲程的，那个时候其实是不合法的啊。但是现在你也没办法，我也不承认，对吧？那个小木兰2冲程的轻骑铃木木兰。就是加机油，经常就是比如说小时候骑也骑不好，经常可能是一下车倒了，然后就骑不了了。反正在这台车之前，在骑这台车之前，所有对2冲程的怀念，我都得去看刘德华大爷的电影《烈火战车》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。今天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白嫖回忆录，因为这家咖啡特别好喝，所以我准备去喝咖啡了。好吧，朋友们再见，谢谢您的观看，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、转发，谢谢。